我没听出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在座的弟兄们又有什么关系啊？妈了个巴子的！谁管我俸禄？谁管我饭碗？都是你们这些书生编排出来的漂亮话罢了。哼！我杨海之一向认为，国家的骨头就是好军队，而好的军人最讲究诚实二字。围城可以破天下之伪，为实可以破天下之虚。你不能嘴上说保境安民，而行动上却对贫苦大众的呼声不闻不问，只顾自己的俸禄饭碗。我实话实说，实话实说。诸位，好好想想什么是革命。革命实在是太名副其实了，它的意思就是改变命运，改变的不单单是我们个人自己的命运，而是全天下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贫苦大众的命运。公理为民，既以革命明之；救赎俱在，既以革命去之。军官们，旧者已亡，新者未立，让我们勇敢地加入革命，光复！老子跟你一块排队！大走！乱臣贼子，无忠无孝，乱臣贼子，无法无天，乱臣贼子，我不共戴天。阚知州，就差一点，大家都完蛋了。走走走。诸位，刚才我未能把话点破，就出现了这样的小插曲。那现在我把话说白了吧。北洋军的主力集中在武昌，京城城内空虚。如果这个时候大家能听我的话，我们高举义旗，沿袭京城，必可兵不血刃。然后绥靖士兵，便衣地质，传习东南，士甲请兵，开天辟地的大事业由此而生。何必去垫朝廷，谈什么君主立宪？怎么了？中央革命在即，你的任务是立刻前往武昌，把我们的联合计划交给革命军指挥，希望武汉方面发动攻击，牵制在鄂北洋军主力，使其无法抽兵回师京城。是。报告，杨军副使。这封函件，你必须亲手交给山西革命军首领阎锡山，使我和山西革命新军尽快组成燕晋联军，直捣京城。是。二位，背水一战，成败在此一举。我看这三路直捣京城的计划甚为周密，我张某人定将舍命出征。阚知兄，这剩下的事儿倒是你那儿的。那个李仁俊是老袁的铁杆，你能保证掌握住他？报告，京城路军部致杨春副使来电。念。接电后立即返阵头，领第6镇进剿山西之阎锡山叛军，不得延误。此电来者不善，他们明明最怕我与第6镇在一起，怎么这个时候会？阚知兄，
这不正好吗？借此殿的权威，拿掉李仁俊的协同指挥权。事态顺了点儿，你刚想要风，这风就到了。报告，张长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半小时前停在滦州车站上的所有车皮全都开走了，一件都没留。问过铁路方面没有？铁路方面说是京城下命令调走。一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不可能，这么快？没有这机车车皮，你我二部无法迅捷向北京进军。事不宜迟，你们尽快搞清车皮的问题，稳住部队，我立马回镇头。具体任务，我们电报联系。好。马步洲，到。备马回镇头。是。京城方面肯定有所察觉，开弓已无回头箭。如果不能巧攻，那便只能以血践行。再见，二位。也是风萧萧，易水寒，破釜沉舟。怎么回事啊？先等会儿吧。没看见吗？禁卫军的官车你也敢拦吗？啊，对不住啊，再等会儿。谁啊？旗位穿的都是北洋陆军军服，应该是今天到京的总理大臣。到京的总理大臣，袁世凯啊？除了他，谁这么大排场？还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呀！大小姐，您说这可怎么办呢？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这是。来喜，你怎么来了？我那个小爷儿啊，世道变了，撒泡尿的功夫，我那上海巡防营就一直反清了，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他是怎么当的事儿啊！起来，起来。你来喜是从上海来的？可不是吗？5天前上海就沦陷了。那晚我出去撒了泡尿，刚回到屋里，2个副管带就进屋了，跟我说：“如果你同意反清，你还是管带；如果你不同意，我们也不杀你，你收拾回老家吧。”我能说什么呀？他们早与革命党串通了。寒碜呐，真寒碜呐！整个上海，所有的军营警营，一枪一炮都没放，就江南制造局他放了几枪，就沦陷了。你说，这一夜之间，满大街都挂了白旗了，这比他们孩子换尿布还快呢！这是。那你来喜，咋来北京了呢？我哪有脸当那个管带啊？一枪一炮都没放，让2个副管带就给翻了盘了。他们对我倒是客气，帮我收拾收拾，给我送到16铺码头，让我回老家。可是我哪有家呀？14岁就随您外祖爷爷做了随丁。我想了想，只有来京城了。
大小姐在京城啊。小爷，那我的家，它不就是您家吗？小爷啊，您就把我留下吧，给大小姐拾掇花园、看看门什么的，这我都成啊。大小姐，安心，安心，下来。你来西也是老实，人家反清你也反不就是了吗？咋这么憨呢？我的小爷哎，我能干出那样的事儿吗？我这条小命是您外祖爷爷从死人堆捡回来的，反清那不就是反你外祖爷爷吗？这官儿可以不当，但是这良心它不能没有啊！冬梅，带来喜去客房，先安置下来。来喜管待，这边请。谢谢小姐，谢谢大小姐。哎呦，我自己。这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了，这么大一个上海，就一个晚上。刚刚去了日本公使馆，平田武官向我透露，似乎伦敦方面已经电力英国公使，让他明确表态，完全支持由袁世凯主政，加快南北议和，停战。那洋鬼子是釜底抽薪呐，拿摄政王往何处摆呀？恐怕只能退位。退位？这英国人怎么那么王八蛋呢？平田说，为了支持袁世凯，伦敦不惜牺牲掉整个清廷皇室。这是那平田的蛊惑之言吧？母亲，你不知道，乱局已经威胁至京城了。刚刚由滦州传来的密报，杨凯之与张绍曾、蓝天卫两镇一协，预谋奔袭京城。有这等事儿？那居然你还在此与我闲话？新的总理大臣已经到京，天塌下来，轮到他袁世凯去顶了。所有士兵以标为单位排队领取冬装。所有士兵以标为单位排队领取冬装。满生，我告诉你，进攻梁子关的命令必须执行。我也不愿与山西的明军作战，但命令就是命令。第24标必须完成，正太铁路沿线的军事部署。周协头，你怎么来了？袁公保密令，派我来挽救第6镇的。袁大人，驾！驾！驾！一路辛苦了，巡抚大人。
巡抚大人，朝廷刚刚来电，任命你为山西巡抚，找你立刻赴山西，进剿革命党。买臣和冯妙统，买臣随第24标，完成正太铁路沿线军事布置。立刻召集第6镇所有管带以上军官前来会议，我有话要讲。可以。去，通知所有军官马上来。是。会议前，咱俩有些私房话得说说。是该谈谈了，咱俩。韦队长，请留步。周协同，是我。你们先出去一下，我有事要和李协同单独谈。是。报告，杨大人，您的信，昨日由上海来的。报告，大人，滦州来电，指明杨大人签收。念。本军已整装待发，请与山西军前来会师。签署人第20镇统制张绍曾，第2混成协协统蓝天卫。即刻回电张澜所部，愿率燕晋子弟18000人一从。电报签署人，第6镇统制杨凯之。我和巡抚大人商议一下后再发。是。凯之啊，兄弟，不要把事情做绝了，对你对我都不好。所以，我才来和你说几句私房话。你说吧，我在听。建立兄，你知道我们国家目前到了怎样的地步了吗？多少知道点吧。清王朝人心丧尽，土崩瓦解，就将终结。你李仁俊应做潮流大势的顺应者，而不应待在他的反面。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奉劝你杨凯之不要轻举妄动。
觉得我轻举妄动？不错，你们所有的计划都在人家的掌握之中。可是，听我的，这个世界凡事掌握不在我手就命，掌握在我操之，在我那招运。你杨凯之命跟运都在人家手心里捏着，这还折腾个啥？这不是飞蛾扑火又是什么？不要宣布你的起义革命。看在你我同学的份上，我可以不予追究。我的命运在你手上。我算什么呀？我说的是人家。你的袁大人，还是梁湘梁大人？凯日啊，凯日，何必要懂得这么清楚了？你只想你自己，你这么做能带来什么？我看你什么都得不到。你觉得你的使命崇高而伟大，几乎顶天立地，可这有什么用？自家的脑袋没了，还顶什么天立什么地？你是在以死威胁我。我只是劝你收回刚刚的起义命令。谁叫你这么做的？傅方吗？头方临行前是对我有所交代，他让我防着你，防着你头脑发热。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他的话你得听吧。毕竟你俩都是那孩子无不顾的父亲，对吗？父亲。是啊。我看他梁湘梁屠方是太想做父亲了。做父亲那么简单吗？张謇说得好：“天地大德曰生。”这个生，是生命的生，生存的生，民生的生，生生不息的生。如果他梁湘们统治的最低期望，无法使大多数百姓得到最低水平线的生活，那他又如何胜任国家父亲的这个位置？他为何不试试男人的另一个角色，做一个儿子，他母亲的儿子，做4万万人民的儿子？如果他是他们全体忠诚的儿子，他就应该知道他们的痛苦，他们内心的呐喊，顺应他们的要求，而不是极少数人的卫道士，满足极少数人的利益，极少数人的权利要求。这话说得好。像你杨凯之说的，如果你觉得我说得好，有机会替我转达给他。
全体军官已在月台集合完毕。你还需要讲话吗？如果我是你，我会坐上火车，回我的上海去，跟我心爱的女人待在一块儿。那样，谁都不会有遗憾。魏队长呢？部下在。我马上要向全体军官讲话。我希望在我讲话的时候，你能有效地控制局面。是，我会全力保护大人安全。第6镇的军官们，在这个月白风清的夜晚，我杨凯之将以革命的名义宣布一项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命运的重大决定。你到底没能说服他，那能有什么办法？你没办法。既然袁大人调我回京，我想立刻就走。千里兄的心情我理解，你放心的奔你的前程吧。第12协由我老周来接管了。往下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与你无关，我来承担全部责任。我老婆还在家等我，你不介意我立刻就走吧？京城见吧，千里兄。讲话一完，立刻通知各表统到车站旅馆来见我。是，到了。如孙文所说，中国民族如果不能够绝死，绝不能求生。想要求生，必定先要敢死。民族敢死，革命会流血，会牺牲。就像落叶
滋养了土地，会枯萎，会湮灭。也许我杨凯之这一片落叶，无法滋养这番烂泥，但我愿成为这唤醒秋风的第一片落叶。当秋风四起时，4万万片落叶覆盖在整片烂泥地上，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一片重生后的沃土，一个崭新的中华大地。我知道，你们中许多人完全不同意我刚刚宣布的革命决定，因为我从你们有些人的眼中看不到热情和牺牲的精神，我能看到的只有麻木和冰冷。没关系，我杨凯之从来不会强求各位。在这里，我能保证的就是，我自己的革命理念和牺牲的决心。我会笑着走在这条路上，笑着走在沙漠中央，走向我要去的地方。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能来听完我最后的献词。解散后，各位将军请到车站旅店217房间报到。解散。凯之，我最亲爱的人，我急不可耐地想要扑到你的怀里，把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亲口转达给你。大人，不周，出什么事儿了吗？恭喜大人晋升山西巡抚，卑职特来道贺。哦，起来吧。
你听过这首诗吗？我笑着走在这条路上，我笑着走在沙漠中央，何处是我安息的地方？和尚，我将被陌生的手葬在一处荒漠的地方。够悲惨的呀！我笑着走在这条路上，走呀走，走向我要去的地方。我知道，我走的是这条路，未来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可是我决意的要走下去，像一只蚕，一只吐丝的春蚕。要不，先送你去陆军部报道吧。说话呀！不，先去光明殿胡同梁家。当初3个毛头青年一块儿去东京，如今3缺1了。我得把这一讯息告诉土方。我得卸下这包袱，不卸下这包袱，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能安心。先去光明殿胡同，放下军业，再去出租房那边。知道了，先去光明殿胡同。哎，叫。怎么了你俩？君英怎么了？杨土方，凯日死了。杨凯之，你先去吧，让咱哥俩单独待一会儿。
你媳妇儿脸都白了。是啊，一个活生生的兄弟，说没就没了。却把我的梦葬在黎明，沉睡的黑夜才会苏醒，千年的迷雾生作长路，生死前途慷慨奔赴。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片片嫣红，人生初见难相逢。挥手峥嵘，我心从容，这一曲苍茫，留下爱的光芒，照亮星空。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片片嫣红，人生初见难相逢。挥手峥嵘，我心从容，这一曲苍茫，留下爱的光芒，照亮星空。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片片嫣红，人生初见难相逢。挥手峥嵘，我心从容，这一曲苍茫，留下爱的光芒，照亮星空。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片片嫣红，人生初见